大家好，这里是李玉阳。很多观众让我出海克斯和神器的虽然赛季末了，但是我还是就试试吧。这一期呢，我们来聊一聊海克斯的选择。我打算直接讲完所有的海克斯尝试一下，不知道最后能跟出多少期来。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海克斯都想拿的人就只要是这个海克斯我没见过，我没拿过，我就特别想拿一下。喜欢新鲜的，什么都想试试看，也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不是对吧？尝尝才知道吃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这里按顺序来先聊银色吧。如果相关性强的海克斯，我就把金色、彩色也拿上来第一个呢是刀锋之舞，这个呢我有专门的视频聊过，这个呢可以硬玩，什么时候比较适合拿？就是这把没有出路，开局发的牌不知道玩什么，那你可以拿这个。所有的英雄强化拿了都是独家，如果你是高蓝发，那么你就需要拜托这个局发点装备，在你蓝发的基础版上面还能让你再多个 C 位，对吧？一般来讲就是哨兵皮城会比较实在第二个呢是战敌医生，战敌医生的道理差不了太多，一般我都是推荐你的高斗士卡牌加安倍萨，装备银雪大天使、泰坦或者法豹执法的话法豹会好一点。一样的，除非你知道这个游戏你就是装备特别多，就是你在原先的阵容基础上还能额外养出一个斯特补，那会是执法更好一般来讲就是做不到的，就是老实实在一点，斗士比较实在第三个呢是炼金术士这个很多人好奇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就是你开局要神器锻造器这个城邦，那么拿了炼金术士之后，你是可以开出一件好的装备那我觉得是可以的。炼金术士的星级德是一定要有银雪和法豹的，法豹的优先级大于大天使，因为星级德其实叠不了多少就会死，而且这种多段伤害的理解我都是觉得法豹更好，不要鬼熟，最好神器能补个枯萎宝珠出来，如果没有神器补出来，那就做大天使羁绊我自己玩下来，我还是建议你6个哨兵最优先。这个炼金就是要拼6哨兵的，后排是什么你可以看情况上，有时候可能列娜塔来的多，那你也可以就6哨兵先知，有时候可能只有星级德多，那么你就可以上人口和刀妹一样做成哨兵皮城。第四个呢是震惊巨魔，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很灵活，你可以各种各样的 C 位，只要6个斗士站到前面就可以了。后排呢你可以随心所欲的上，然后聊一聊飓风这个装备，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不是因为说飓风这个东西它有分裂键我觉得可以，是因为飓风这个装备它本身属性就是很适合战士带的，就可以比较一下飓风和泰坦嘛。飓风和泰坦面板上差距真的不大，所以我不仅觉得飓风适合巨魔，飓风对于很多前排战士都合适，原因是因为飓风的面板就很适合战士。第五个呢是 C 位的觉悟这个海克斯我不推荐你就拿给单输出的牌，比如史密奇这种或者是就给只能吃伤害的，比如盖伦这种。我建议是这张卡又能吃伤害又能打伤害像螃蟹或者范德这种我觉得可以，其他的我拿都感觉不好，因为一被对位就非常难受，最后很可能还是自己的主 C 不动不吃这个格子，就等于最后还让个赢，我觉得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海克斯。第六个是第一个痛快，这个海克斯只有3-2和4-2会刷，我还是推荐你3-2拿这个，你拿了它之后就是干一件事情，就是补经济比如这是个很穷的局，那么你3个拿这个还是不错的。第七个1223，这个海克斯玩法其实很多，比如你开局听了2张炼金牌，那你可以拿这个赌一张3费炼金或者其他的羁绊你需要一张3费卡，那么你可以用这个海克斯试试，或者你现在听的很多牌想碰那么你拿这个海克斯可以碰出2星卡打连胜，又或者你现在觉得游戏太难玩啦，那么可以把这个海克斯当一个经济海克斯，拿了卖光吃利息空城也可以大概是这么几种思路。第8个是1费奉献，这个的话拿了就是赌1费卡，现在这个环境比如列娜塔先知或者家人或者什么这种能上很高的人口，但是需要挂1费卡的，比如先知哨兵这种你可以运营上本开很高的人口也能吃到1费奉献这样也可以。第9个125这个海克斯给一个闪剑2块钱一个5费卡，这个海克斯重点就是最后那个5费卡，你玩这个阵容得是非常需要5费卡的阵容比如执法官这种能吃很多5费卡，或者某些阵容有一张对的5费卡就是直接变质的，那是能拿的。然后呢它有一个闪剑，如果
能合出成装的话，那也是个技战力啊。所以如果能够做到的话，125我觉得也很强的。第10个不拘一格啊，这个海克斯现在只有2-1会刷，但是他会给5块钱。不拘一格我还真的从来没有2-1拿过。2-1拿这个还没战力就是接受1胜1负啊，或者连胜然后去选秀赌铲子。第11个奇异有则，拿这个奇异有则很关键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很刚需某个海克斯，比如现在开局是个魔像局啊，你有个蓝发转或者搏击转之类的，或者玩炼金，然后你特别需要一个加血海克斯，那么是可以拿的。你拿了它之后一定是奔着某个特别强的海克斯去的，然后他还给7块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很厉害的一个海克斯啊，只要他能派得上用场就是很强。第12个以眼还眼和以眼还眼加，这个海克斯是非常强的，就算削了一遍，一个银色海克斯给4个闪剑也还是太厉害了，通用性也很好，基本上你玩这个游戏保底的优质选择，也特别适合多装备的阵容，比如家人啊，比如外交，比如极客这些阵容拿这个肯定是对的。第14个休眠断炉，休眠断炉拿了之后肯定是奔着一个对神器适配性很强的阵容去玩啊，比如伏击，比如迅击，比如搏击，对吧？如果开烂了的话呢，我的想法一般也是去外交和执法，而外交执法的装备是可以继承，比如你玩迅击玩搏击剩下的，其实主要就是安倍萨和魏这2张卡。第15个假人化，这个海克斯和金色的魔像比起来，我感觉这个稍微弱一点，因为他们2个海克斯价格是一样的呀，但是这个银色的战力就没有那么高，有时候只能挨打啊，不是有时候，一定只能挨打。万一对面有一台印钞机，你反而有副作用，对吧？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这把经济够好，那么这个海克斯是能拿的。如果是金色的那个魔像的话，你这把经济够好啊，比如是个魔像局啊，是个河蟹局，那么是一定拿的。金色的魔像的话太强了。第16个、第17个，健康就是财富，健康就是财富，这个能给吸血。那么最好的情况就是你是前排单位，是主力要吃吸血的啊，比如迅击、搏击、伏击3个击的牌。然后第2个治疗量，它这个治疗量是最好你身上就有吸血，或者有救赎，或者你的牌自带吸血，那么就会刷得很快啊。这个东西如果3-2拿，马上就能补出钱，最好你还很缺钱，对吧？还能吃利息，那么是一个不错的海克斯。第18个冒险举动，这个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前期的20点血真的不重要，而且拿了之后第1轮选秀你哪怕是一直赢，对吧？也有优先选择权，30块钱就非常厉害了呀。拿了它至少有一个轮次的选秀优先权，然后有同行永远是你先启动。如果连败的话呢虽然你的血少了，但是我可以在3阶段就启动啊，大概是2个轮次的优势吧，找别人2个轮次启动。不过这个版本不太接受连败运营，连败你要去抽，我个人建议蓝发小队啊，其他就不要抽了，尽量拿了这个海克斯去打连胜会比较合适，现在这个版本的环境。第19个列队，列队这个海克斯就是要你前面是要护盾很厚，或者是血量很高，而且要都能站到前排去的单位，比如格斗家或者极客这种就很合适啊。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数量，这个海克斯是能吃比如黑色玫瑰的塞恩啊、魔像或者假人或者杰斯的庄子这些东西都是能吃列队的，所以单位数量也要考虑。第20个是别再错过，这个海克斯有什么用法呢？比如现在你赌的是1费阵容，很多1费都需要啊，比如赌家人，那么这个就很厉害。或者你现在值得等待，你需要抽一个1费卡，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多一个轮次嘛。那么一个轮次对于后期来说就相当于是10几点血，所以也是很值得拿，何况还有钱。还有情况就是这把就是很缺钱，拿了它就当纯经济，其实也不亏的。1费卡一共有14张啊，3-2经常会出现利息吃不满的情况。第21个刷新转换，这个海克斯我认为是很强的，因为拿了首先就给3块钱，这个就比什么第一个痛快就强多了，对吧？但我印象里它这个是不包含拿海克斯的这个回合，就是拿这个海克斯这个回合你是享受不到刷新的。但就算这样，这个也是非常强啊，后面你不刷海克斯就等于有18次刷新，36块钱。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刷海克斯，这个就很适合我，而且这个海克斯就是很强，前期给3块钱就太厉害了。
你像安慰剂前期给8块，但是可能你吃8块还是吃3块钱都是一样的，只是多吃1块钱的利息嘛，很可能你多3块钱就已经够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明显强于安慰剂和第一个痛快，这个我认为是看到就可以拿，这个银色经济太强了。第23个是午餐钱啊，那这个你得很糊很顺，你可以拿。开局比如你的过渡组合就非常有实力，那可以拿了试一试打连胜。第24个变形重组器啊，这个海克斯在强的时候就特别强，比如3阶段就已经有很多4费卡了，那可以拿着变5费卡。如果你能变出一张塞维卡出来打钱，就特别强了。或者你4阶段有很多2星4费变5费也可以，而且这个海克斯能拯救烂局，就是那种特别烂的局，把它一拿可能就有奇效，而且它给2个拆有时候是有用的。或者你有光拆的情况下能变成敲，有时候其实就是为了拿这2个拆去拿重组器，也是有这种情况的。今天就先聊到这，下次我们继续更新这个专题，我们下次再见。关注的我的人呢，祝你原地发财，拜拜拜。